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这么想，这么来宾，戴伟成发言人，张启开委员，陈凤馨小姐，赖世宝委员，游淑慧议员，林佩祥委员。哎呀，以色列那边打了哈马斯还没打完，这边就打这个伊朗那说呢，以色列伊朗的战争呢升级了因为以色列对伊朗的油气设施下手，说这个油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那这个全球最大天然气的这个油田着火了起大火那另外呢，伊朗说好，你们炸我油田，我就要封锁荷姆兹海峡所以呢，油价也被推升了推升不过后来跌了一点但是还是推升了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空袭不断，伊朗也反正你炸我炸你了除了封锁荷姆兹海峡那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叫 IRGC 威胁说要报复以色列因为什么呢？因为呢，以色列情报首长被杀了这伊朗情报首长被以色列杀了伊朗大概没想到了，因此伊朗以为很快就要跟美国第6轮谈判这个限核啦跟谈判之前你打我干嘛呢？马上要谈了，所以本来伊朗的规定，这些重要的军事首长不能在家里睡觉的，要去安全屋睡觉，安全屋它比较防炸等等，比较不容易侦破。那家里睡觉，就自己的床上被炸死，好几个在自己床上被炸死，他们根本不认为说这个有什么危险那所以呢，以色列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是呢，又有一说是川普跟这个尼坦雅胡商量好的。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事情，美国都知道所以呢，故意意思就是设一个计，说我们来谈吧，然后呢，来舒缓这个伊朗的这个警戒心，然后就把你给科学家也死了好几个了，9位科学家真衰你说那个军事首长把科学家，你谁叫你帮他去发展这个核武所以科学家也被杀了高级的这个领袖也被杀了然后现在呢，连情报首长都被杀了，这实在太烂了。情报首长好歹你应该知道人家要杀你嘛，通通完全不知道好吧？但是呢，伊朗也去炸他说突破了20几个这个飞弹，突破了铁穹，那把他们的国防科技重镇也炸了，这有点像我们的中山科学院像台湾中山科学院它这个不管搞人工智慧啦、物理啦、生物啦、化学啦、电脑等等他们跟这个军方有很多的合作计划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呢，伊朗首都加油站大排长龙，而且每次加油有限，不给你加满，所以很多车要来回排很多趟，那油箱才能加满像跑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说以色列呢本来想要暗杀哈梅尼伊朗最高领袖，说川普说不算了，你不杀别人算了，干嘛把那个领袖杀掉呢？你不仇恨更大吗？而且让你杀完以后，新的领袖又出来了，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来没有你像黑道，你把老大抓了关了绿岛，就这个帮就没有了吗？派就没有嘛？他下面人一个个都起来了那以色列总理说呢，伊朗想要杀川普，而且以色列总理说，他其实最想杀的不是川普，最想是我就是尼坦雅胡尼坦雅胡是他们最想杀的，他也想杀川普川普说，如果伊朗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会全面反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朗现在认为嘛，说你美国是跟以色列合起来搞我的然后呢，除了我要这个发飞弹打以色列，你美国在中东很多军事基地，我要去打。川普说，我来处理，让中东再次伟大我除了让美国，还让中东再次伟大而且川普说呢，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了真的不行要普丁，我叫普丁来协调，因为川普昨天跟普丁第4次通电话，这次的连任以后第4次通电话，那普丁也说我也愿意2015年是中国在中间协商把什么法国德国美国什么伊朗搞在一起，所以搞的那个限核的那个协议在那边，然后到了川普第一任把它废了那拜登想要再恢复，所以解除了很多伊朗的这个制裁，但是还功败垂成，没搞成。那川普现在回来就说看我的，我们看一下。大楼剩下断垣残壁，
屋顶被炸开，门窗摇摇欲坠，外墙大面积崩落，宛如废墟。屋内情况更是惨不忍睹。这是以色列台拉维夫滨海城市贝特晏，居民一夜之间无家可归。CNN 记者在以色列第4大城里熊莱西安连线，眼前这片住宅区全被夷为平地。Basically, people will get the first alert on their phone. They've got 15 to 30 minutes to try to identify a shelter nearby. 夜晚，台拉维夫上空嗡嗡作响，以军拼命拦截飞弹攻击。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被飞弹攻击，陷入火海，汽车烧成废铁，死伤人数逼近400人。伊朗反击没在手下留情。In missiles that Iran is using here than Israel has experienced in over 3 decades. 22 of them, according to Israeli officials, getting through. That's more than 1 in 10 missiles getting through. 伊朗飞弹突破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游客吓得惊慌失措，被滞留在饭店。מרחבים המוגנים, אתם תצילו את נפשותיכם. זה פשוט עובד ככה. 伊朗警告以色列人离开重要地区，纳坦雅胡也喊话公民待在保护区，因为飞弹不长眼睛。来，恭喜。我刚刚这一次以色列奇袭是真的非常的成功啊！不管是击杀了20多位的这一些革命卫队的高阶的这些将领，然后还有9位的核子研究的科学家，他非常精准的打击。当然，一方面呢，是因为情报非常的精准，这也反映出来伊朗内部，因为呢，那么反对科梅尼其实那个比例不少。否则的话呢，他是波斯人，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他们是犹太人，真的要打到伊朗内部去做情报不是那么容易，靠的当然都是自己人提供情报。最近这一段期间，我们已经凸显出来，以色列其实在情报上面，尤其对于伊朗跟伊朗所扶植的，不管是叙利亚啦，或者是黎巴嫩啊，其实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第二个部分是，伊朗也误信了美国，他相信我跟你美国之间谈的这个核协议，美国不是信心满满吗？希望跟我谈核协议，而且觉得快要谈成了。然后礼拜天的时候，本来还要在阿曼举行第6次的会谈，就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攻击。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他误信了美国，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当然，对美国来说，我认为现在这是川普的2手策略。一方面，他既然挡不了内塔尼亚胡，就让内塔尼亚胡打吧。打了一轮之后，说不定打到伊朗乖了之后呢，核协议的部分反而比较好谈。但是呢，川普他现在自信满满，觉得他可以调停。可是不要忘了，以色列不见得那么100%听美国的，而伊朗也不见得那么好控制。所以未来的情势，川普有信心，并不代表全球应该要跟着有信心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不过我这边想要特别提一点，就是在这一次整个中东冲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亚洲市场大部分其实股市是涨的哦，然后呢，这一个油价的部分呢，现在大概回稳，大概是涨在73、74美元这个附近。那么同时黄金呢又开始下跌，这反映的是什么？就大家觉得说，目前为止伊朗并没有扩大战面，他并没有去攻打美军基地，表示他并不想要把美国给拖进来，他还留着一个希望能够结束这一场冲突的可能性。那双方互相攻击完了就算了，可是呢，攻击完了之后，我先说，美国认为他这样子达成了核协议之后，他很棒哦，川普觉得我再次伟大，可是他会长期的影响美国的在全世界的可信度。大家看到伊朗的例子，就好像之前看到利比亚，格达费答应了美国，我取消核子研究、核子武器的这些相关的发展，结果格达费就被推翻了。所以北韩跟伊朗绝不放弃核子武器的研究，就是看到利比亚的潜力。同样的，现在看到了伊朗的例子，还有谁会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完全相信美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可第二个部分，这一次呢，最大的赢家跟最大的输家已经出炉了。最大的赢家是普京，最大的输家是乌克兰。大家一定会觉得凤馨你在胡说八道，那大老远的事情怎么会有影响 ？No， 你看到川普第一时间跟普丁通电话，他为什么要跟普丁通电话？普丁啊，你去跟伊朗讲，叫他不要打我的美军基地啊，这样我的面子上挂不住，所以你帮我去控制一下伊朗。所以川普自己有说，他跟普丁的通电话里头几乎没有提到俄乌战争，全部谈的都是伊朗情势。表示他需要普丁，而且呢，他把普丁抬高到这整个事情当中呢，跟他是 partner 调节者，所以普丁现在俨然就是这个冲突的调节者。他对中东来说影响有多大？但是更重要的是，
对于川普来讲，更是放手乌克兰，让普丁去打。所以呢，他把乌克兰2万枚反无人机飞弹全数调到了以色列，全数调到，因为伊朗攻打以色列也有大量其实是无人机，就像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也有大量是无人机。那么乌克兰发展无人机很好，但它没有反无人机的飞弹。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之前已经有一些导弹的零组件，美国说，哎呀，我中东地方的空军基地非常缺乏，所以我不给你乌克兰了，我现在给我自己的空军基地，现在再把反无人机飞弹给调回来，所以普丁的地位被川普拉高到一个全世界调解者的地位，然后同时呢，又把这个对乌克兰提供的最重要关键的武器拿回来。还有很重要，这几天是 G7 的会议，本来 G7 会议当中是要把俄罗斯出口的油价给压低到从60美元压低到1桶40美元。那现在你还怎么压低？现在全世界的油价都已经到了75美元了，你根本不可能去压低俄罗斯的这些原油，所以乌克兰受重伤，普丁大赢家，而全世界跟着震荡。好吧，泽伦斯基爱好了哦，他说对乌克兰军的是一记重击，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把2万枚这个防空飞弹给以色列那所以呢，但是是给中东的美军呐，这边讲给中东的美军，他也怕基地被炸所以呢，这个泽连斯基就说，你每天要面对300到400架无人机，大多数会被打下来了，或是偏离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会突破嘛，所以呢会有缺口了所以呢，基本上呢靠美国这些，所以乌克兰如果没有外援的话，那个仗根本打不下去。他完全要靠外援，所以很可怜这个仗打来打去，要不然靠这边，靠那边都要靠别人好吗？川普呢，反正要向中东再次伟大，他要介入调停。就算普丁他也说我把普丁找来的，我们看一下。以色列飞官登上战斗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德黑兰街道烟雾弥漫，上空还在不停轰炸，打击伊朗核设施和指挥中心，无辜平民被波及，倒在地上，满身是血。荧幕中看到的远处忽明忽暗的是一处着火点，是德黑兰南部的一处石油设施，现在仍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伊朗空中防御系统启动大规模拦截，德黑兰人民呼吁政府硬起来反击。以军肆无忌惮发动攻击，是不是背后有人撑腰？至少伊朗外交部说，他们握有美国按住以色列的证据。پیام آمریکا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ظرف 2 روز گذشته که آمریکا دخالتی در این حمله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د. 但美国不但否认参战，川普还想当和事佬摆平冲突。I think it's time for a deal,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sometimes they have to fight it out. 美国官员还透露，川普否决以色列暗杀伊朗最高领导人的计划。中东冲突升温，德黑兰加油站开始大排长龙，布兰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同步上涨超过2%。伊朗还扬言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冲击能源市场。高盛预测，这恐怕导致油价上涨25%，每桶价格恐怕突破130美元。好吧，美国看起来也没什么办法俄罗斯跟乌克兰还继续在打，川普说好吧，让他们先打一下然后呢，这个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这样干，川普今天我看他也讲说，哎呀，小孩子打架先打一下他也说先你们打完以后，我再来收拾残局了。休息再回来。好，川普79岁。刚好美国建军250周年，所以呢，川普说我要办阅兵那一般呢，就是说民主国家很少办阅兵的，然后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办阅兵了但是呢，川普说要办好吧，阅吧刚好又不巧这个全美国在示威 ，No Kings， 没有国王没有国王，无王日川普说 I'm not king， 虽然我希望我是 king， 但是我不是 king 你看法院要判我然后呢，这个什么我还要跟你们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我哪是为所欲为？我不是那但是呢，美国民众这个超过100万2000场示威那有抗议川普所以叫做无王日而且明尼苏达州2个议员还被枪杀，这个很惨，在家里就被
漂亮哈。那另外呢，这个有6600个军人去参加哦，然后呢有各种这个武器啊等等哈。我觉得最有趣这个机械狗，看到没有？哇，这机械狗哦，大陆也有这东西了哦。但是你看，它听说可以负重负蛮重的，你知道那个步兵很惨的，每天背一大堆装备啊，一大堆要带哈。机械狗可以帮你运哦。然后呢，无人机这么小，无人机有很大的死神，也有小的哈。然后各式的装甲车啦、战车啦等等哈。那花了大概这个4-5千万美金了哈。所以呢，这个川普高兴啊，满脸笑容，一直到最后看烟火哦，放烟火哦，非常高兴哈。那说好几百人上街头哈。那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看西雅图就有7万人，洛杉矶超过20万人啊。这个盐湖城啊，这个超过1万人，芝加哥15000人，费城1万人，纽约超过5万人，就全美各地啊，就是要这个倒川普啊。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讲 Minnesota 啊，2个议员被枪杀哈，也在这一天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哈，他的非法移民政策最后改变了，为什么呢？说他自己的川普的旅馆哈，人都不够了。因为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农场42%都是非法移民，将近一半呢。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啊。你去看那个采茶姑娘，你把那个面打开，什么姑娘都60-70岁了，还这边采，而且很多是外劳哦，因为他待遇比较高。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业的劳力也不够了，旅馆也是，你去看看哦，现在很多餐厅都是找一些外国人啦。哦，你问他。不是外国人，就是对，听说是学生了哈，听说是那个说是什么在职建教合作的在职生，然后你要问他都不，等等，他去找那个台湾人来跟你问你要什么，他没有办法，其实已经慢慢都变成这样子了哈，好吧，这个所以呢，他现在餐厅啊，哦，农场工人啊，哦，旅馆啊等等呢，说暂时先不抓了，一抓这些都要停业了，我不是上个礼拜就讲嘛。美国20%的餐厅已经找不到员工了，为什么呢？都被抓了，或是躲起来，不敢抛头露面了。我们看一下。璀璨烟火划破天际，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大阅兵来到庆典高潮。宛如迪士尼乐园放烟火庆祝，川普倒是看得很开心。为了这场大阅兵，陆军投入6600名士兵，约150辆军车和约50架直升机和战机。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o you this flag, which was flown over our nation's capital in free fall. 川普阅兵游行预算花了4000万美元，折合约新台币12亿元。这数字其实已经是原先预算的一半。转播过程时不时穿插念出赞助商姓名，有军火商不意外，但也有加密货币业者。Special thanks to our sponsor, Coinbase. 网友因此揶揄，但也有澳洲网友质疑，怎么美军不穿军礼服，不佩戴勋章，而是穿战斗服？也有美国网友称游行俗气，质疑要求部队步调一致是否太过分。只是美军也被视为世界数1数2强大的军队，可实际展演的新装备，除了机器狗和无人载具，跟2021年开始服役的 M1301全地形步兵班车一起游行，也让人不禁怀疑，秀美军肌肉的装备会否太少了？美国陆军建军250年，强调在历史传承，期待看军武展演的有些失望，但重点是三军统帅川普有开心就好。来，佩强，我会认为说，我们现在以后未来，如果川普讲到说什么 make Taiwan great again， 让台湾再度伟大，我会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因为表示说他要在这边可能做出一些我们完全不想要的事情，胡搞瞎搞之类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川普很明显的是以国族主义来去代替我们所谓一般的所谓的普世价值、人权、人道之类的，而他是以冲突代替合作，那甚至是说他可以用所有的方式去满足他的短期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会认为是说。对川普来讲，是不是他觉得这个是个噩梦？我觉得他不会去关心 ，he can care less， 他不会去关心，因为2026 11月3号才要期中选举，基于现在还有超过15个月，也就超过500天的时间，而他现在目前的民调虽然差，可是没有比他第一任差。所以说，这就代表说，他可以继续的，他这个目前的在选举上面的战略战术是有用的。而
我们也知道这些 mega 的人，这些所谓是希望说美国再度伟大的人，他们其实完全相信川普讲的任何一句话，什么话他们都觉得像神一样。川普说要逮捕非法移民，所以洛杉矶，我以前在那边留学很久，洛杉矶出来20万人上街头，西雅图出来7万人，纽约出来5万人，这些全部都是非法移民最大的移民城市。但川普说啊，因为我的 hotel 我的那个旅馆不够人了，所以我就暂停那个 ICE 的作为。这种所谓的 taco turn， 这种所谓的这种墨西哥薄饼大转弯，其实是非常没有逻辑，而且非常对一个一般的领导者来讲，他的威信、他的领导风格是被人家受到 challenge、受到挑战的。但是 mega 人不 care。完全不 care， 所以这点来讲，就是说导致说川普他现在觉得说我分裂国家，我分裂社会，我制造仇恨，这样是正确的。甚至是说我们现在讲到，我刚知道说，在今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正式宣布枪杀明尼苏达州议员的这个枪手正式被找到。那他枪杀这两个这个明尼苏达州议员的夫妇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说这个凶手本来听说以前是牧师，那他是完全去 against abortion， 就是完全去反对所谓的堕胎政策，而他枪杀民主党的这个议员，主要是他觉得说我不喜欢选举的结果。然后我又不想，我又觉得说这个民主制度我不相信，所以我选择用我的手来做出改变。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说，政治上的对立，族群上的撕裂，导致说这整个所谓美国式的民主已经在做崩溃了。如果我们每天都看到这样的状况，像美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美国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个健康的民主。健康的民主应该是说，你不是只有你选赢而已，而你选赢之后，你承受这个结果，而且你是用法治的方式去等待下一次的选举，而且让这个制度继续跑下去。但是如果美国是我们认为一向100年的民主大国都出现这样荒唐的时候，那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所谓的见不贤思自省？我们要不要好好看一看，说我们社会如何不会未来这样被这样去分裂？我们社会如何去阻挡这样的仇恨的存在？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个看美国我们应该学到的地方。民主其实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容忍。我们以前听过很有名的话，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呢，又听到容忍比自由还更可贵。我可以容忍不同的意见嘛，你有你的意见，我尊重你，但我有我的这个讲话的权利嘛，那当然美国也很好笑了，它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哈，它这个游行，而且是那种阅兵还可以有赞助，有没有？以上这个陆军是由哪个赞助的？以上是由谁赞助的哈？还好不是 TikTok， 所以他现在花钱比原来预期的少了，现在花5000万吧，大概4-5千万了，都10几亿台币，原来可能要更加倍，但因为中间有很多厂商去捐助，还包括那个什么币都去。不过川普靠这个币也赚了不少，川普去年赚了160亿新台币，川普去年收入160亿，因为他也他也这个发行了加密货币了好吧，这个我们再看看全美国各地抗议的情况来。大批远警聚集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没想到当地周六晚间的无王日万人示威，却突然传出枪响，一名男子重伤送医，还有3名嫌疑人遭到警方拘留。奥勒冈州波特兰也出现暴乱，抗议群众拿东西乱砸，警方发射烟雾弹，下令立刻解散，现场烟雾弥漫，场面十分混乱。类似的抗争场面在全美各地几乎同步进行。洛杉矶抗议民众不只拿东西乱砸远警，还直接闯到前线，把警方设置的路障全都拆掉。示威现场种种失控行径一发不可收拾，警方再度出动烟雾弹、催泪瓦斯，试图控制场面，还有不少抗议者被当场逮捕。至于在东岸的亚特兰大，美国极右派反移民团体骄傲男孩和抗议民众互相叫骂，无王日示威在全美遍地开花。
情绪激昂开炮，漫威电影《浩克》男主角马克·鲁法洛也现身纽约示威。这一天，美国东西岸各地宣称有100万人上街，发动2000场无王日示威，对川普生日花钱阅兵表达不满。还有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动用 MQ-9死神无人机监控示威民众的行踪。这场联邦政府与美国人民之间的抗争，恐怕还得持续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阅兵啊，对美国这么超级军事大国是很奇怪的，然后他的军力多强呢？按照排名，第1名排到第10名，他的军力是第2名到第9名加起来还输他，所以1大于2、3、4、5、6、7、8、9全部加起来还输美国。他这么强，有必要秀他的这个武器吗？而且跟北韩的阅兵也不太一样，他的衣服你看像嘉年华会一样不像像北韩的话就哇什么飞弹出来啦，什么事件出来啦，他没有，他是因为主要是陆军建军250年嘛所以感觉上这个是比较，它属于是那种欢乐的味道，可是又阅兵就是很违和啦，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大国 super power， 你要搞阅兵就是穷兵黩武嘛，那跟美国标榜民主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现在川普正在做一件事情，因为他很怕明年度的一个期中选举，他的共和党可能岌岌可危，所以现在拼命的巩固基本盘。基本盘怎么样呢？那就是民粹化。所以你注意看哦，为什么这样子大家讲 no king no king no king？ 为什么？因为他逐渐把自己变国王化了，把自己变成 king 了。那就是什么？行政权不断的扩大，比如说这个要对等关税，对等关税明明是国会的权利。他就搞一个 IEEPA， 用这个什么紧急经济的这个什么权利，用这个来课这个税啊。然后现在呢，他现在要镇压这些非法移民的这个反对者。好了，那他又引用另外的法，所以直接绕过州长。那主要他还是吃定民主党现在没有强将跟他拼。政治就是要很民心，现在共和党的民心就是川普，民主党民心是谁呢？大家想到说Newsom 最近的这个他好像是暴涨了97倍啊，看起来这个样子，可是也有不少人说Newsom 就是一副这样帅帅的、肥肥的那个样子，要跟川普拼了，够劲拼嘞啊！所以他就是在这里等于是在美国内部找敌人，所以有人讲说现在美国的内战已经开打了。川普无所谓啊，那些川粉，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那是道地的川粉，川普讲什么都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打这个信的时候，疫苗的时候，他都讲你们台湾真笨啊，为什么打疫苗呢？我们都不打，为什么不打？川普说不要打，他就是川普说不要打，所以川普现在用的卫生部长就是反对打疫苗的人。你就发现到，川普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正在撕裂美国。而且道地的民粹化。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化，他把自己当作神一样了。这个你可以看他在那个什么，阅兵的时候那个样子，还有这教皇上面他戴一个帽子，他是教皇还是皇一样所以他把自己神格化了。这个他目标就是他希望期中选举不要差，希望下一次第3次再选。继续再回来。